觉又11点了，明天又是一天体力活。全当减肥吧你。于途，你还不走啊？啊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收拾下东西。早点休息啊。走。来，我们开个简短的班前会。今天的实验项目主要是做速度能力、转弯能力的实验，还有极限移动能力的实验。把这些事儿商量一下。模拟土壤状态正常，符合实验条件。开始做直线移动实验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一次正常完成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二次正常完成。说起来做实验也是枯燥啊。我宁可枯燥，可别给我什么刺激了，我可不想归零。平地运行工况3第5次正常完成。下面准备爬坡测试。爬坡实验条件已具备，实验开始。停！怎么卡顿了？我这边遥测也显示异常。遥测数据怎么这么乱？我们复现一次，把上一个工况再做一遍。停！各位，我看了一下验收时爬坡的测试数据，当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个人呢，对自己的单机状态进行确认。通信系统确认没有问题，通过遥测发现上行指令皆已收到。综合电子也确认没有问题，已经正确的把指令发送给了移动装置。移动这边也应该没有问题。平地支线和转弯的实验都做了一整天了，也没有出现卡顿的问题啊。把你们今天的测试结果报告和图纸拿来看看。大家再努力一下，仔细的核查一遍。
大家今天先休息，明天清醒一点，我们再讨论。希望明天把问题都找出来了，要不然我女朋友生日就不好看了。哎，宇波，你不走啊？我家离得近，晚点再走。行吧，注意身体啊。今天要见大家嘛，所以想打扮的甜一点，这样可以方便卖萌。你最萌了，最可爱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晶晶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可是我收礼物是有原则的呀。知道，我们晶晶是不希望大家花钱。那想先问一下晶晶啊，今天生日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？我还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送我的礼物一定都是很特别的，都要拿上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重，拿不动吧。月底生日，想什么礼物？那我不会客气哦。别客气。你送我一个5连爵士吧，打到现在我还没5连过，不过是要你送我的，不是他们送我的，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。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。昨晚，我查看了一下各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报告和图纸。赵博，平地行驶电流和爬坡行驶电流差多少？5倍吧。问题应该是在这儿，所以现在最怀疑的是电磁干扰的问题。这是一条电机的供电线，假设供电电流是 I， 这是电机霍尔传感器的回线，这2根线之间的距离，在设计建造规范中是1.6毫米。我们的设计刚好是1.6毫米，没有任何的余量。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值时，不能排除电机霍尔传感器会受到干扰。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那咱们怎么复现一下？可以通过车轮加载试验来验证这个问题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行进速度不稳定，同时电机霍尔传感器出现异常毛刺。现在电机是 PWM 控制状态，展波频率90几十 K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挂砝码时电流能达到1安多。电机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的3象限的确离得太近了，所以会把电机霍尔传感器干扰出这么多毛刺。那下一步就是把信号线和电机线分2个方向走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正常，电机霍尔传感器波形正常，就是它了。准备上坡测试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遥测信号。车轮行驶方向正常。看来找对原因了。
大家辛苦啊，多试几次，确保没问题。好嘞。张工，早点下班吧。啊？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？行，大家辛苦啊，我明天多加会儿啊。这次问题虽然不大，但处理的沉着冷静、高效，是一个优秀的苗子。还可以吧，还需要磨练。赶紧看！张远，吴总，同志们，这次我们的巡视器是和北京合作研发的，发现问题要和北京及时沟通透彻。下个月就要进行外场试验了。本来是由关在带队，但他现在去不了。这段时间，于陀，你把他们的工作先接一部分过来。还有1号预演工作，你先抓起来。后续工作怎么安排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明白。于陀，你过来。关在下个月都回不来，他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主要是关在不希望大家为他担心，但这事儿早晚得说。他后天手术。手术？小沈，张远，坐。吴总，哎，坐吧。来，坐。黄医生，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要等麻醉效力过来以后，等病人苏醒了就可以出来了。病人家属啊，最好2天以后再来看，让病人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等见到人就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夫。我去给他买点水。关仔，哥，
工矿12号第6次试验完成。可以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今天怎么都没说几句话？心情不好。因为老关。我们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，别让他生着病，还挂着心。你说老关这一病，这1号预言技术的负责人会不会换人啊？来了，郭哥刚睡。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关主呢？买东西去了。喝点水吧。来一口就够了。那天我看你跟胡所长、袁氏一起来的，你是不是已经回所里上班了？嗯。不离职了？不了。是为了我吗？脸别这么大。哦，对了，我电脑里关于1号的修改方案你看了吗？有什么想法？去西安前，你就把方案发给我了。这么肯定我会回来？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当是芳心错付了呗。看了，有几处修改是可行的，不影响整体。不过原来我们有很多被认为好高骛远的地方，我想证明是可实现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其实你是最固执的那一个，我支持你。但我现在生病了，情况不好说。技术负责人我是做不了了。你现在要资历不足，也担当不了。嗯，我考虑过，最有可能接受你工作的是童博。童博人好，专业水平高。就这个事儿，我跟他交流过。这为别人，我说的直接一点。我觉得他的思路过于保守，缺乏前瞻性。几年以后做出来，在国际上可能不具优势。我和大梦还有小胡都讨论过，大家更想坚持现在的方案。我们几个呢，资历比较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老师挂帅。不过这个方案肯定要真正的得到他的认可。童博这边呢，型号发射还有1个多月，等把卫星移交给西安测控，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再次迭代，争取说服老师。行啊，你才回来几天呀？方方面面想得这么周到，尽力争取，服从安排。
少喊口号啊！给1号取个名字吧。取名？没必要吧？别老1号1号了。你取一个。我取。你取。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，在无穷无尽中，寻找另一神迹存在的可能性，证明人类不孤单，是他的使命。就叫搜神吧。好，1号医院少来，1号不，搜神号还有其他的工作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哎，你们平时也是这种配合的吧？他打中粮，你打守约。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，又是为了于途啊？哎呀，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，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，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？是吗？你说他幼稚、自私、理想主义者，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，有那么意难平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自私，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？那会儿如果不分手，我们还在一起，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？现在房子什么价格？北京什么开销？孩子好的教育1年要多少钱？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，凭什么呀？人各有志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呢，你跟于途，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一旦遇到矛盾，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。分了挺干净。哎，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，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，人家跟你分手了，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。他当然能谈了，只是不能跟乔晶晶。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3、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，有请。我可听说，乔晶晶很喜欢他。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，喜欢于途的女生不多了去了。你说于途会喜欢乔晶晶啊？她长得那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会吧。
所以你很介意他。大可不必。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，还向于途表白过，被于途拒绝了。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现在，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。我要去趟上海。